波特还在休年假吗？复习一轮了，还没看到更新。该出片了，波特老师，粉红特报看不到，晚上睡觉睡不着。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回来了，大家新年快乐！也和各位说声不好意思，不是不更新啊，是上周因为波特老师春节过年休息一周，比方说2024整年都在拍片，都在破解中共大外宣跟小粉的荒谬言论，时间久了也是需要稍微放松充电一下的，就去看了吉伊卡哇，去疗愈一下自己，现在充满电回来了。欢迎回到本周讽特报，我是各位最好的鲁共投资顾问波特老师。春节除了休息一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过年期间和气生财，不想开骂，不然有件事我年假时看到就觉得非常恶心啊，令人不齿。首先，我们作为台湾人，反共是我们一生的志业。你我如果要保有现在的民主生活，那没有别的选择，就要抵抗中共入侵。然而，台湾百万网红钟明轩已经沦为强国媒人的他，年假期间还在那边配合当中共大外宣，声称抗中保台是剧本，他看腻了。这发言真的是令人感到非常无知以及遗憾。如果他没有收钱配合中共舔共演出，那他说这种话也是又笨又坏，没有做人的良知。抗中保台是有关台湾人存亡的关键，我认为绝对不是剧本。倘若真是剧本，那就太好了，就是一场闹剧嘛。但偏偏事实不是，中国3不5时就在武力威胁台湾，包括春节期间都有攻击老台。在大外宣说看腻了抗中保台的当天，中共军机就来骚扰你台湾安宁了啦。而且要说腻，中共喊武统喊清台75年了，这个喊这么久才真的该看腻吧？那你呼吸那么多年，是不是也腻了？试试看不要呼吸啊！你饭吃那么多年，怎么不去吃看看大便？搞不好你很喜欢啊。随着攻击老台不减反增，这边也顺便再次呼吁各位，国防预算已经被蓝白联手动删，中共军机老台次数只会越来越多。我们今天能平安坐在家里，都是因为有国军在前线帮我们抵抗。然而国会却有蓝白立委删除国防预算，各位大罢免活动第2阶段务必持续关注，一起除去亲中卖台的蓝白立委，不然1月还有发生中国解放军进行了首次战备巡逻，派遣22架军机和多艘军舰在台湾周边活动，中共就已经摆明要侵略你台湾了，这是阳谋。但却有人在那边说抗中保台他看腻了，这代表什么？是代表他是非不分，没有国际观，还是代表他想卖台舔共？中国就是台湾的敌国，如果人家军演骚扰你台湾，你都还圣母病发作，觉得还没打都不算敌国的话，那再看一下中国的法律，人家中共是修法要来抓你台湾人的。除了亲共的红统派之外，其他不管你政治立场是什么派，只要你不支持中共统一你台湾，那你在中共眼中就是台独，就会被判死刑。之前 Porter 老师也有做影片讲过中国的爱国主义法跟间谍法，这些中共恶法的范围都是涵盖台湾人的。只要中共认为你不爱国，或是认为你是间谍，当你踏到强国的土地上，你就会被抓走。抓去哪不知道，而且就算你是亲中人士，也一样会被抓。日本就有位亲中记者时常在讲中共好话，结果中共某天发神经说他是间谍，就把他给抓起来。他自己也觉得很冤，想说舔成这样怎么还被抓？但没用的，你被中共抓住当下，是不是误会已经不重要了，重点是没有人能救你回来，再会舔也没用。等你没利用价值的时候，就是会被中共这样处理。而且钟明轩是属于阴柔气质的人，然而中共政府是明令禁止娘炮的，是会被打压的。钟明轩如果今天是中共国人，他的影片早就被封杀了。他扣除掉台湾人身份之后，完全没有条件成为中共的统战样板，还会被中共官方认证是低俗网红。而钟明轩却想不明白这一点，还在帮中共洗地，这一定不单纯，还是春节期间被鞭炮炸伤脑了。今天当中共的军机军舰频繁扰台，甚至立法直接锁定台湾人时，抗中保台绝对不是意识形态的辩论，而是攸关生存的现实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人若轻忽淡化，甚至将抗中保台贬低为剧本，都是在削弱台湾的集体防御意识，无形中替中共的统战做嫁衣。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正是这片土地的多元包容，让每个人能够自由发声，做自己，无论是政治立场还是个人特质。但是这份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历代台湾人努力争取以及守护的结果。如果有人享受着这份自由，却反过来帮忙打压自由的政权洗白，甚至散播绥靖主义，那么台湾人绝对有责任站出来制止，点破这些荒谬的言论。面对敌国的逼近，我们不能有幻想，不能因为厌倦了对抗就选择忽视现实。历史无数次证明，姑息与妥协只会让侵略者更加嚣张，而唯有坚定意志、团结对外，才能真正守护台湾的未来。我们的国防预算不该被削减，我们的国家安全不容被忽视。我们抗中保台不是剧本，是我们台湾人生存的权益。无论政治立场如何，抗中保台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这场战斗不属于任何单一政党，而是
属于所有珍惜台湾这片土地、珍视自由民主价值的每一个人。未来台湾会是什么样子，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今天的选择。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大罢免第2阶段，大家继续加油。那不知道各位对于这件事有何看法？欢迎影片下方留言分享。在国际政治这场大棋局里，中国这几年动作频频，试图扩张影响力，但世界各国已经开始反击，联手围堵中国。不管美国、欧洲还是亚洲邻国，大家都在想办法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甚至直接对抗中国的扩张野心。那本周热门的国际时事话题就是关税了，带各位来聊一下这话题，顺便和各位分享我的观点，看看对台湾有何影响。在春节期间，美国同时对加拿大、墨西哥、中国加征关税，本来吵得沸沸扬扬，结果到最后目前还是只有中国被加征关税，这部分还在进行。美国原定2月4号生效的关税政策，加拿大与墨西哥的部分都被宣布延后30天，交换条件是需要加强边境管制，派遣1万名士兵阻止毒品走私。加拿大总理也承诺投入2亿加元，加强边境安全，并任命芬太尼沙皇负责监管强效类鸦片止痛剂芬太尼交易，并打击洗钱活动。简单来说，加拿大跟墨西哥暂时没事，毕竟这2个国家是美国邻国，也不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我想川普会拿关税去压，也是希望他们管控好边境问题以及毒品走私问题。所以一达成协议后，对加拿大与墨西哥的关税就暂缓了。那他都能暂缓了，后面做得好再撤掉也不无可能。但美国对中国就不一样了，毕竟中国是美国贸易战主要在打的对象，是美国的竞争对手。那又再次对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白话来说就是让中国的商品卖到美国变贵，逼大家少买中国货，这也会打击中国电商。那中国当然会不开心，于是中共就决定来个反击。那中共怎么反击呢？首先，中共想到的是去找 Google 麻烦。中国宣布对 Google 展开反垄断调查，意思就是说 Google 太强大了，可能会垄断市场。但问题来了，在中国又不能 Google， 早就被你禁止的东西，人家谁鸟你啊？还说他反垄断，根本是你中共自己垄断墙内的网路好吗？以及根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对价值不到5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进口征收15%的关税，并对美国石油和农业设备征收10%的费用。但这有跟没有其实也差不多。虽然美国是全球第1产油大国，不过美国内需消费量也是很惊人，每天要用1800万桶以上的石油。换言之，即使美国生产很多油，有时候还是不够，所以他们也需要进口补充。而美国最主要的石油进口国有加拿大、墨西哥、沙地阿拉伯、伊拉克、哥伦比亚，加拿大更是占进口石油的50%以上。这些都跟你中国没啥关系，只有美国自己有时都不够用了，所以美国大不了不卖油给你中国而已。最后亏的还是你中国人，得想办法去买其他更贵的。而让国际集团驻英国首席经济学家宋林也对此表示，乍看之下，这似乎是相当温和的报复措施。毕竟能源在中国自美国进口的比重较小，因此影响有限，只能说暖心啊。中共没什么能耐反击，但还是得嘴硬做这些动作，因为要做大内宣给自家韭菜看。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与其他国家不同，也可以从美国白宫发言人本周的公开发言看出，直接说 COVID-19 源自于中国武汉实验室是可被证明的事实。来，各位看一下这段影片。Kudos to John Ratcliffe for revealing that truth and that fac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Many years too lat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d a chance to let the American people know the truth about that, and for some reason, they chose not to. I also would just like to point out that several years ago, when I was working in this press shop and President Trump would take to this podium to brief the American people on COVID-19, he suggested that COVID very well may have came from a lab in Wuhan, China. And many members in this very room mocked him for that, said he was spewing conspiracy theories. He was not. We now know that to be the confirmable truth. It took many years for it to come out, but the president was right in this instance again. 补充一下，在这段记者会中，发言人前面提到的约翰·雷克里夫是美国 CIA 的新局长，他在上任第1天就直言调查 COVID-19 起源是他首要任务。CIA 局长说，根据情报、科学和常识来判断 ，COVID-19 可能源自于中国武汉实验室泄露，因此他将专注于此，研究情报并确保大众知悉。这是一个需要弄清楚的重要情报，而且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巨大影响。那 CIA 加上白宫的发言，这举动本身已经是一种强烈的政治宣示，等于是在告诉世界其他国家说，中国就是放毒害大家生病的人，背后潜台词就是大家之后要索赔时，应该知道要找谁了吧？这新仇加旧恨，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也是必然，变相的开始脱钩，让中国制造东西在美国变得更贵，是逼迫企业把生产线移到其他国家，也是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中国原是世界工厂，但现在很多国际大企业已经把工厂搬到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地，让中国的经济面临压力。而中国面对经济衰退，加上外资撤离，生产线
转移，科技发展面又受到限制，失去美国和欧洲的技术资源，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慧等关键领域，以及军事扩张受阻，面临强大反制。随着美国及其盟友强化军事联盟，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扩张将会变得更加困难，甚至可能被进一步压缩，最终就是导致中国内部问题加剧，社会不稳定。中国的经济问题、人民不满、内部矛盾正在加剧，中共需要花费更多精力维持稳定，就无法轻易对外扩张，会增加它的成本。除非台湾被中共渗透起认知成功，台湾人自己把自己卖掉，不然现况这些对台湾来说是好事。全球抗中浪潮持续进行，对台湾来说是一个机会。随着各国对中国更加防备，台湾应该加强与美国、日本、欧洲的合作，确保在经济与军事上获得更多支持。虽然川普也有说要对台湾增加关税，但有一个细节各位要留意，他对台湾说的是特别点名出晶片要加关税这件事，意思就是他很在意晶片嘛。这部分先说我个人看法，这件事很可能只是川普在选举前放出的谈判筹码，但不代表真的会执行。毕竟如果美国真的对台湾晶片加关税，受伤的可能是美国自己。加上前面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对于加拿大与墨西哥的关税也是先说一下，主要目的是背后的要求，双方都谈妥一起加强防范边境与解决毒品问题之后，就立刻暂缓了。所以我才觉得台湾晶片被美国加关税不太可能真的执行。而且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制造技术领先全球，美国虽然有 Intel， 但在先进制程3奈米、2奈米还远远落后台积电。而美国的晶片设计公司如 Apple、NVIDIA、AMD、高通等都非常依赖台积电代工，所以即使川普加关税，美国企业还是会继续买台湾晶片，因为没有其他选择。美国当然会想发展自己的半导体产业，但这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摆脱对台湾的依赖，而且前提还包括台积电要停下来，不能继续进步哦。这理解完想一下之后就知道很困难了。以及美国如果真的对台湾晶片加关税，其他国家可能会趁机加强与台湾合作，例如日本已经和台积电合作，在熊本设厂，未来可能成为更重要的半导体生产基地。欧洲也在努力发展半导体产业，可能会邀请台积电去投资。而南韩的部分如果美国对台积电加关税，三星可能会试图抢走一些订单，但技术上仍然难以完全取代台积电。换句话说，如果美国自己设限，可能会让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与其他国家更加紧密合作。真这样也等于美国搬石头砸自己脚了，所以我才觉得短期影响不大，但一定会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不过我认为不至于太担心，台积电目前的技术无可取代，顶多我在想可能会让台积电加快到美国本土设厂，可是台积电也已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了，所以觉得问题不大，就是一些政治操作。台积电被称为护国神山，真的是有它的道理的。后续有更新的进展，会再整理相关资讯给各位，并分享我的观点，让大家参考。那今天影片最后来看几则送头留言，又让你活过1年，迟早朕会将你们绳之以法，扬我中华国威。也代表你又看了 Porter 老师的影片1年，爱看又爱干，说的就是你。看了受不了，不看睡不着。老师这样变相在关心 Porter 老师，讨厌。但这位应该是反串了。不过接下来这则留言就是真的8期，拍反共我能认同，后期你大力支持绿共没意义，台湾慢慢变一言堂，跟中共越来越像。拍反共你认同的话，你告诉我，现在台面上台湾政党除了民进党敢明确反共之外，还有其他政党吗？蓝白两党敢吗？不敢就算了，还乱删国防预算，推动亲中法案。别忘了中配6改4法案都还在等机会强推，还没撤案哦。这是加速中国人来台洗人口的法案。那你说蓝白推这干嘛？蓝白不这样做，我会骂他吗？我不能骂是不是？还好意思说自己反共？我看你是反制吧。台湾也不是变一言堂，是你发言太8期。宪法保障你言论自由，但不保障你讲话太无知，不会被别人呛好吗？到今嘛，各类公绿共真叫你逃开去江渣几嘞，可怜呐。那今天影片就先聊到这边，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加订阅，也欢迎加入我 YouTube 频道会员或使用单次超级感谢支持这个单元运作。我是波特王，那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